家好，I'm Emily。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四屋，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，来参观我们当地的小吃，叫做光饼。福州话我们叫孔饼。所以今天我来到了这间店，叫做宝福饼店。所以呢，老板今天会带我们来参观一下，来带领我们，跟我们讲一下它的制作过程。老板好，老板好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你们这个孔饼是怎么做的。可以呀。那现在是清晨的时间，外面还是暗暗的。可是老板跟我说，他4点多他就起来开工，然后开始揉面团，开始制作这个光饼。我们6点多这个时间来，他们已经正在烘烤。但是老板他很好，他可以带我们再看一下，讲说那个面团是怎么样制作的。这个是比较现代化的。以前那会比较危险。所以你们也是有放酵母粉什么进去？有。你是要让它发酵什么香啊？对呀。放一点盐呐。哎，老板，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东西？现在在做孔饼呢，做一粒的咯。OK。先切成一条一条的。所以这一个的面团是几公斤的？这个大约有6公斤。哇。应该是一粒的了。就好像烧麦一样。你看老板的架势多好。这手脚一定要快的。5分钟要制出200粒。5分钟200粒，这个如果不是常年累积练下来的功夫，平常人是做不到的。刚开始练这个的时候，反正是好像手捏拉出去的。这个手脚一定要快的。对。因为它很有弹性，是不是？如果是面包就不一样。太大吗？太大。OK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量的时候就是靠这一个手指。一戳到的时候就拉下去了。我搓的这个样子。刚起头我也是这样的，有大有小的。老板的美多了。这个又太小。还是老板来吧。这最重要的要平，给它烘出来的饼干也比较漂亮。按着去，然后再推前的推后，然后转一圈。好，我来试一下。推前推后，对不对？对，转一圈。转一圈。这样就对吧？你现在要烘熟它。里面为了防止它变干。不是。不是。撒那芝麻。另一点呢，就是让它有水分蒸发它的热气，然后让它很胀。满满的芝麻。这个就是用三脚架，风顶下去了，然后把那个风吹到底下去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让它热。炉缸会热。炉缸如果不会热啊，它制出来的饼干不过那个火候烘出来的饼干也不好吃。哇，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讲究哦。每个细节都有很有讲究。对。所以要让它烧到红彤彤的。对。真的很热哦，我在旁边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。
盖起来，我们的手才能够下去。哦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手就变成烧肉。烧猪手。哇，这个烤功夫的了。手一定要快。嗯。这个一定要用烤气缸烘出来的，都比较好。嗯。现在的人没有地方找这里缸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用那个铁缸。铁缸做出来的，所以它做出来的味道也是会不同，是吗？口感不同。这个正在烤的时候，这个铁片刚刚拿下来，它现在会慢慢的膨胀，开始，像做面包一样，它就开始变大。它现在就慢慢开始熟了，就黄了。哦，底下开始黄喽。对。加一点点黄，你就要很注意了。捞起来了。然后就要捞起来了。没有捞起来，它等下就烧焦了。哇，这些都有功夫哦。就说热出来吃比较好吃，还是太热也不能吃。哦，反正要等到它冷却。它冷后5分钟过后，才会吃出那个果酱的味道。果酱的口感就是有一个劲，咬在 QQ 的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劲，不然的话嚼劲，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炉的话，那我们岂不是都要放进oven里面吧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味道是绝对不同的。就好像面包一样。对。就是这样，正东饼一样，它是柔软的。所以正东饼是放在oven里面的。对。好了，我们的拱饼就做好啦，下面铺上一层满满的芝麻，现在还是有一些烫手，然后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组织，其实它是很软的。我一直以来就觉得说拱饼是很硬的，我想可能是因为做法不同吧。然后今天来对地方了。是软的哎，这个是很软，然后也很酥脆，它就有那种嚼劲。拱饼就是要有嚼劲才好吃。而且很香，因为它有一层满满的芝麻，看到吗？我们的拱饼已经制作完成了。在这个店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镇店之宝，叫做蒸冬饼。这个蒸冬饼有3种口味，第一种就是牛油的，这个牛油是老板的秘诀。这个牛油我也不懂为什么不融化。那中间这个里面是有馅料的，他们有那个豆沙加番当的，所以是甜的。第3种就是原味的，里面就没有馅料，但是它吃起来是软软口感的。这个是番当口味的，开一下让大家看一下，有点像那个咖呀这样的，超爱的我。这个是豆沙口味的。喜欢吃豆沙的人绝对不可错过。这个豆沙它的甜度刚刚好，所以它不会太腻。很多时候在外头买的，它的那个豆沙就又甜，所以吃起来就特别的腻。但是这间的完全不腻，因为它的甜度是刚刚好。所以你们喜欢的人必须来试一下哦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宝福饼店的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参观，然后非常好吃的拱饼，还有非常好吃的蒸冬饼，希望你越做越好，然后把这个传统的美食可以发扬光大，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讲说我们这个四吴有这么好吃的小吃和美食。
这个拜拜。